希尔斯基下令撤退，俄进攻部队损失惨重，预估伤亡超过45万。美国援乌81架战机，一战空军战术重现人间。英国开发国产高超音速导弹，韩国采购标准3。4月2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前线局势恶化，敌人试图夺取战略主动权，突破前线，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几个方向，在兵力和手段上创造了显著优势。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多个情报员已经证实，乌克兰军队在27号到28号在阿夫迪夫卡以西进行了大规模撤退。乌克兰军队从别尔迪奇和谢梅尼夫卡撤退到了更西边的阵地，以保护乌克兰人员。乌克兰官员报告说，俄罗斯军队已经部署了多达4个旅在奥谢雷泰因地区进行战术渗透，同时俄军已经将大约1个加强师的战力投入到阿夫迪夫卡西北部的前线，以稳定该地区的一个小突出部，并且沿着阿夫迪夫卡以西的前线更广泛地渗透乌克兰防线。然而，虽然乌军撤退，但是俄军并没有冒进，在奥切列坦、索洛维约夫、别尔迪奇和谢梅尼夫卡以西，俄军的推进十分缓慢，这表明了乌军的撤退似乎也不在俄军的意料之中。但很明显，乌军放弃原有阵地向后方撤退，可能会导致在未来几周，俄军在该方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而进一步向西威胁乌克兰阵地。同时，希尔斯基补充说，乌克兰军队正在投入经过修整和重组的旅，以稳定阿夫迪夫卡方向的局势。重组后的乌克兰增援部队的到来，可能会使得乌克兰军队减缓俄罗斯的进攻速度，并且稳定前线。据报道，在阿夫迪夫卡西北部面临1到3的人力劣势，同时还有大量的火炮和装备缺口，但是仍然阻止了超过1个师的俄罗斯士兵，并且让他们的进度远低于预期结果。乌克兰增援部队和额外物资的到来，将迫使俄罗斯司令部要么放弃在短期内继续取得突破性的战术进展，要么就继续在该地区投入更多部队，以获得持续性的战果。然而，俄军目前正在准备夏季攻势，包括对哈尔科夫和恰西夫亚尔的进攻。目前，俄军可能没有精力来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大兵认为，乌军放弃原有防线，继续向西撤退是一种无奈之举。在阿夫迪夫卡以西的乌军防线呈圆弧状，对俄军的正面进攻防御性较强。然而，在4月24号，乌克兰第115机械化旅被俄军打退至北侧，让出了铁道，导致俄军长驱直入。至此，阿夫迪夫卡西防线侧翼陷入了俄军的控制之中。一旦俄军从北沿战线向南进攻，乌克兰将腹背受敌，撤退也是早晚的事情，早点撤退还能减轻损失。至此，阿夫迪夫卡以西的战斗基本落下了尾声。乌军从长达15公里的防线上撤退，下一步可能是要依托沃夫恰河建立新的防线。然而，俄军虽然取得了一定优势，但并未获得胜利，因为乌军的及时撤退让他们错失了全歼乌军主力的机会，这导致了乌军依旧保留了相当的力量。这场战争会继续进行，想要看到决定性或者说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果，可能还是要等到俄军夏季攻势的结束。4月28号，在上议院听证会中，英国影子内阁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提问，英国国防部是否统计了从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俄军的伤亡数据，并要求国防部公开这一消息。在听证会上，英国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利奥多切蒂回应说，英国估计自从冲突以来，大约有45万名俄罗斯军事人士丧生或者受伤，还有数万人已经失踪，包括叛逃。在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服役的人员死亡人数尚不清楚。我们还估计，自从冲突开始以来，乌克兰已经摧毁、遗弃或缴获了超过1万辆俄罗斯装甲车，包括了近3000辆主战坦克、109架固定翼飞机、136架直升机、346架无人机、23艘各级海军舰艇和1500多套各种类型的火炮系统。有的观众可能会疑惑，这些数据早就是公开或者免费的数据了，英国在上议院说这些废话到底有什么用呢？这其实是英国的一种程序，通过在议会上的提问，让一些数据永久记录在案。这也代表着这一数据被英国官方认可了。在开战的前2年，俄军的损失确实非常惨重，尤其是在基辅和巴赫穆特战役中。
但在24年后呢，乌军的伤亡速度开始逐渐超过俄军，这主要是因为俄军战术的改变，开始大规模使用航空炸弹，并使用小规模的装甲突击战术。虽然装甲的损失加大，但却变相地提高了人员的生存率。大兵认为，俄乌战场目前的状态已经非常不乐观了。美国虽然通过了610亿援乌法案，但各种重型装备尚未抵达乌克兰，就算到了，配套的后勤和训练也需要时间。但俄军的夏季攻势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可能要对5月份俄乌战场的进展做好心理准备。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在监测哈尔科夫方向俄罗斯军队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别尔格罗德州，乌克兰军队已经加强了危险地区的防御阵地，同时增加了火炮和坦克部队。乌克兰消息源透露，俄罗斯军队正在将第11集团军和第6联合武装集团军从库皮扬斯克方向重新集结到俄罗斯新成立的北方集团军群中。北方集团军群装备精良的部队集中在别尔格罗德方向。第6集团军以前专门负责库皮扬斯克东北部的进攻行动，特别是在新基夫卡附近。希尔斯基指出，乌克兰军队最近改善了他们在新基夫卡附近的阵地。由于该地区的人员短缺，俄罗斯军队从新基夫卡撤退了一小段距离，这也表明了俄军可能已经从该地区撤出了部分军队，调往了哈尔科夫。4月29号，根据基辅邮报的报道，美国已经从哈萨克斯坦购买了81架苏联时代的战斗机，包括米格27战斗轰炸机、米格29战斗机和苏24轰炸机。华盛顿邮报称，申报的销售价格为10亿哈萨克斯坦坚戈，相当于226万美元，相当于每架飞机的平均价值19300美元。之所以如此便宜主要还是因为这批出厂于上世纪60年代的战机已经因为年久失修，不再具有战斗力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具体如何使用这批战机目前还没有透露，但极有可能是要用于乌克兰飞机的维修，或者是当作诱饵欺骗俄罗斯的卫星和侦察机。当然，买卖废弃飞机并不是重点，这事件的背后呢，透露出的政治动向。哈萨克斯坦曾是苏联的一部分，一直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上是其最强大的盟友之一。但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哈萨克斯坦更多的与西方结盟，引起了俄罗斯一些人的愤怒。根据基辅邮报的分析，这个中亚国家正在提升其军事能力，并且与西方国家增加接触，这标志着它与莫斯科的历史联系正在转变。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并且有1000多名俄军驻扎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在2023年有调查显示，32%的哈萨克斯坦人认为自己会成为乌克兰之后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2023年2月28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的奥尔达总统府会见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布林肯表示，美国强烈支持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乌克兰采用一战战术击落俄军无人机。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24年4月27号，一架乌克兰雅克52训练机在敖德萨上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 Olay-10无人机。在 Telegram 和 X 上分享的一些视频显示，雅克52在无人机周围盘旋，无人机的降落伞展开可能是由于失去了控制而自动展开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雅克52训练机没有装备机翼或者机身机枪，所以想击落这架无人机，乌军大概呢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让机身后座副驾驶手持一把班用机枪对无人机展开射击。乌克兰相关网站报道说，尽管雅克52B 变体可以携带有机枪的 GUV8700 吊舱，或者是带有非制导火箭的 UB32 吊舱，但这种配置呢，仅仅生产过一架，因此俄罗斯无人机可能是被第2名机组人员使用枪支或者自动武器击落的。雅克52是苏联时期的初代教练机，被广泛用于军事飞行员训练。它由雅克列夫设计局设计，在1976年首飞。雅克52是一种双座单引擎的全金属单翼飞机。雅克52的显著特点之一呢，是其特技飞行能力。它也以其坚固的机身而闻名，使其在特技飞行爱好者和航展表演者中非常受欢迎。雅克52由单个威德尼耶 M14P 径向发动机提供动力，为特技飞行和训练飞行提供足够的动力。这架飞机呢，采用串联座位安排，学生飞行员坐在前排，
教练飞行员坐在后排。这种配置允许飞行员和教官在飞行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培训和沟通。这架飞机的缓慢失速速度使其非常适合慢速拦截任务，因为正常的空军战机由于飞行速度过快，在面对小而慢的无人机时很难进行瞄准，反倒是飞行速度更慢的老式螺旋桨飞机在这种情况下更有优势。英国计划开发国产高超音速导弹。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英国国防部打算开发一种可以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飞行的导弹。该导弹将在英国境内设计和制造，并希望在本世纪20年代末投入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巡航导弹的速度，由于其快速的速度和飞行中的机动能力，英国的防空系统可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发射平台的细节仍未确定，包括从陆地、战斗机或军舰部署，这些计划尚处于初步阶段。由于所涉及的技术的敏感性，国防部没有透露相关消息。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在追求高超音速技术，以进一步发展英国的主权先进能力。我们将继续投资于我们的设备，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威胁。早在去年，国防部就已经发起了一项提高其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计划。该计划呢，估计价值10亿英镑，为期7年，目的是加速英国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发展，并且为高超音速和临近技术的未来作战要素提供进入市场的途径，同时还能促进国防部、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大兵认为，俄乌战争已经深刻地告诉了我们，打铁还需自身硬。无论加入什么组织，或者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多么好，在混乱的国际形势之下，加强本国的国防实力，尤其是本国国境内的国防工业实力，非常的重要。而自冷战结束之后呢，英国的国防实力不断降低，如今甚至要变卖航母，通过加强对国防科研项目的投资，促进配套的工业体系发展，已经是迫在眉睫了。韩国批准采购标准3导弹。根据韩国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消息，4月26号在龙山国防部举行的第161次国防项目推进委员会会议，批准了推进海军弹道导弹拦截导弹的基本战略提案。从2025到2030年，该项目将拨款约5.84亿美元，通过对外军售为韩国海军下一代宙斯盾驱逐舰购买标准3导弹。韩国海军的第2批正祖大地级驱逐舰共装备了48艘 Mk41 垂直发射装置，可以操作标准3、标准6导弹和最新版本的宙斯盾作战系统。IM-161标准3导弹呢，是一种地对空大气层外导弹防御拦截器，专门用于拦截弹道导弹，是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由美国国防公司雷神公司生产的 Block 1B 版本呢，能够在大约700公里的范围内拦截目标，高度为500公里。而雷神公司和日本三菱重工联合开发的 Block 2A 版本最大射程为2500公里，拦截高度为1000公里。目前韩国尚未决定将采购 Block 1B 或者是 Block 2A 之间的哪个变体。如果获得 Block 2A， 这将标志着韩国首次采购由日本参与开发的武器。然而在韩国国内，采购标准3导弹的决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支持者认为，鉴于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日益增加，以及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复杂情况，这次收购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有批评人士告诫韩国政府不要过度依赖美国技术，也不要担心该地区军事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他们主张采取更加平衡的方法，包括外交努力和发展本土防御能力。大兵认为，朝鲜最近的军事动向不断，更是在不久之前成功试射了疑似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物，这使得青瓦台的不安全感大大增加。目前韩国缺乏对弹道导弹的防御措施，更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某些技术突破。采购美国的标准3是其为数不多的选择。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